那边。什么人竟敢在警官府外放火？我们没有放火，我们是救火。对，我们恰巧路过。路过。人可有事啊？多谢警官，我等无碍。无碍就好，走吧。啊，爷就说这办法有用吗？这么说，你们是冲着我来的？不，他的意思是，您万幸出巡，未被火势波及。那这么说，本警官可还要谢谢你们了。不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呀，这儿有火没扑灭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花眼了吗？怎么看见英英突然被轿子吞进去了？梁三郎，你就是那个新警官？今年生丝造价几何？染制靛青色需要几种染料？一匹团花锦。总不问了。警官不一定都懂锦，对吧？反正死的都很快。杨警官龙章凤姿，定会长命百岁。继续。啊？你不是来拍本警官的马屁的吗？杨警官，您说笑了，英英是真心的。毕竟您玉树临风，潇洒倜傥，明察秋毫，好不手软，软硬不吃，吃喝玩乐，乐极生悲。季娘子言不由衷啊！你这一把火都烧到我警官府上来了，不会就是为了这么几句风尘话的吧？民女心中所求，杨警官心知肚明。与我有什么好处？您是警官，但不露面儿，那说明定有自己的私了。可是英英的嘴向来不严，万一说漏了嘴，还请您见谅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告辞。哎，杨警官是想让我现在便喊出来？你喊吧。我若遇到什么不顺心意的事，那浣花溪的事我可就管不了了。你。时间再久些，清白可就保不住了。外面那3个既然这么喜欢烟熏火燎的，把人给我带到溪边，让他们把那堆树枝给我烧完，烧不完不许走。我说的是里面那个。哦。今日没喝成汤，本官要亲手做汤。季娘子既然这么喜欢玩火，那咱们就把她带到后厨，让她替我烧水、添柴、熬汤。劈死你！劈死你个高官！劈死你个高官！骂谁呢？我骂狗官呢，我又没骂你。你是狗官啊？你看看你自己，好好的一个警官府，被你搞得是一片狼藉。蜀锦业也一片狼藉，也没见您管管呀。有钱赚的地方，就会有贪婪之人。这贪婪之人多了，自然就会一片狼藉。这不是一时一日便能整顿得好的。你只知道急着添柴，当然会把自己弄得一身狼狈啊。杨警官可听过“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？你若想走出困境，是该添柴猛火啊，还是该钻研真东西？
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蜀红锦早随家父一同入土了。皇后有一件蜀红贡锦做的衣衫，无意间被损毁了。若是蜀红再现，重做衣衫，无论什么样的冤屈，或许都能够昭雪啊。民女听不懂杨警官在说什么。若是想问蜀红，季家早已染不出蜀红丝了。蜀红丝可以不在，但公道不能不在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什么？抱歉啊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民女只管过民女的太平日子，公道自有当官的去管。”那你也要有心啊！光靠他一个人，他能做什么？那便要杨警官前仆后继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想想如何解决民女眼下的危机吧。在季娘子眼中，季娘子慢走。阿姨，你的名字出现在色谱墙上了，以后我也要染出新色，也要当锦王，这样我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阿姨旁边了。好，这就得给你留着啊！都当锦王。杨警官，季娘子她又来了。本官暂时不想见他，让他回去吧。她说您要是不见的话，她就不走了。而且警官府门口还围了很多百姓，她又在那儿哭哭啼啼的。此事若是让不知原委的人传了出去，怕是会对您不利。你说，他哭了？是。让他进来吧。在下权衡利弊，擅自做主，已将他带了进来。带进来了，人呢？在门口候着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快过来帮我穿衣服。好。不行。杨警官，在下告退。
女见过杨警官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民女来给杨警官赔罪。你犯了什么罪啊？你以为你哭了，本官就会心软吗？本官不吃这套。浣花溪是三道堰的换丝之地，之前各家换丝都各安其分，互不打扰。如今却被大户强占，连夜间也不让我们换丝。民女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请杨警官做主。桑长史都管不了的事儿，我区区一个警官，我管得了吗？杨警官年少有为，自是果敢无畏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桑长史年纪老迈，欺软怕硬？这是您自己说的。英英眼中只有您的英勇，瞧不见别人。这句话真是好听。一会儿不见季娘子，这说话大有长进啊。不过，这天气怎么这么热呀？要是有人能给我打个扇就好了。我来。打了吗？怎么没风啊？头有点凉，脚又凉了，怎么不打了？杨静兰，恳求杨警官为民女做主。你求我？你求我，我便会帮你吗？当日西边，您虽戏弄我，但也降住了金马。在我家门口，亦是您配合我，才糊弄走了34郎。杨警官虽不喜民女，但却有仁善之心。我愿长跪于此，赌杨警官愿意垂怜。怎么一开始不赌啊？我舍不得我的骨头。不容易。总算是说了句实话。不过，你看错人了，本官没有心，只有唯利是图。您可知上一位警官是如何与民女说的？他说了什么？是，所以除了诚意，我还有交易。上任沈警官告诉民女，若下一任警官是个好官，那便把他留下的那句话告知对方。季娘子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做买卖吗？本来想谈交情，您不是不肯吗？原来您早想好了。哎呀，是我小人之心了。嘿嘿。季娘子，你对官府多些信任。无论我是什么目的，既然这官我当上了，该做的事，杨某必然会做。从今往后，浣花溪为书记人家共用，换丝自由，任何人不得霸占，违者严惩不贷。杨警官为民做主，益州百姓定会记住您的好。只是您有所不知，这益州警户盘龙卧虎，哪一家不是树大根深？您初来乍到，怕是少不了遇上刺头出来阻碍法令推行。民女担心您的威严有损。哎呦，你怎么提之前不说啊？民女也是刚刚才想到的。
警官到。原来他就是警官，那不中意。鄙人杨俊兰是这益州城新到任的警官。怎么？不信？哎呀，没想到杨三郎便是新晋的警官。花郎君，这是在春游吗？杨警官说笑了。来人呐，再给杨警官置办一套案席。不必了。本官分明记得，我下的告示是说，这浣花溪畔除了喜司的染户之外，其余人等不得停留。怎么？是本官记错了，还是你花郎君的脸面格外大，不把本官的话放在心上？杨警官，瞧您说的，就算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官府作对。来，您看着，哎呀，我不是正在洗丝吗？虽然这丝是少了一点，但不算坏了您的规矩。洗丝而已。可依我看，你这么大的阵仗，便是在候着本官的吧？杨警官在外多年，想必对益州的风物不甚熟悉。不过，请您放心，我们花家在当地那是出了名的良善，定可以帮您尽快的了解民情。他狂任他狂，我是小绵羊；他刚任他刚，我是木头桩啊。花郎君有所不知，杨某人从小性子急躁，家师为了让我修身养性，便嘱托了这么几句话，说让我忍不住的时候，便要咏诵几遍。杨警官的恩师那是得道高人啊，说的话一定有道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，你可知道这最后一句是什么吗？小人愚笨，还请杨警官赐教。他若再张狂啊，送他戒严呀！啊？诸位，杨某人第一次做官，不懂这做官的门道，但也知道令行禁止，言出法随。从今往后，我说一，任何人不得说二。若再有人阳奉阴违，且看是他的舌头利，还是本官的拳头硬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我们都听杨警官的。杨警官，我也记住了。不然让我先上来冷啊！花郎君既然这么喜欢这里，我就顺了你的意，你就在这水里给我待到晚上，少1个时辰都不行。就是脏了浣花溪的水。金娘子，我答应你的事我做了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沈警官说的话都在这上头，杨警官您慢慢看，美女告退了。为民请命，好好做官。
木不成林。如今我们能重新换丝，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努力。我敬大家，来。但这只是第一步。虽然我们现在有了换丝的地方，但是花掌柜的订单我们肯定是没有了。而且其他染户碍于花掌柜，肯定也不会再多给我们生意做的。如今之计，只能自救。所以我打算以我们染丝会的名义，带着大家去参加斗芳菲。只要在斗芳菲扬名，我们便可以直接与景户交易，到时候订单自然就不愁了。大家觉得如何？其实这次合作，大家确实是受益良多，但也险些濒临绝境啊。我们家以后怕是支撑不住。另外，花掌柜他答应我们了，要是我们退出染丝会，他可以既往不咎。对不住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赌不起，也不敢赌。你们忘了他们是怎么欺负我们的了吗？现在有机会了，你们却想回头是吗？如今我们确实要面临险境。各位，人各有志，我不强迫。若是他日你们回心转意，还想再回来，我姬英英随时欢迎。抱歉。我阿娘说，此事确实惊险，但人无信不立。我这个人嘴笨，也不机灵，只占了一点忠诚，所以既然选择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变。我身子不好，我就以茶代酒了，我敬你。哎，第一回听你讲话那么提气，金英英，我看准了你，我相信你能带我做一番事儿，一番大事儿。敬你。英英，我做不了我家的主，但我能以我自己的名义加入你们吗？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，只要大家需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赚钱，共度难关。好，好，干！来，再敬大家。喝，干！走。我仔细翻看了所有侍卫写下的信息，发现沈警官似乎对青城山格外关注，时不时的便会独自上山一趟。青城山啊，上面安排的暗卫来了吗？来了，个个都是功夫一流的高手。你让他们啊，先到山上去探查一番，如有异动，再来找我。好。杨警官，杨府派人给您捎个信儿，说这两天你不忙了，让你回府里看看。是谁来送的信啊？是杨敬山，还是杨敬林？看穿衣打扮，好像是个小厮。小厮？是。过几天就是雷祖祭了，锦王需要和警官一同上香祈福，你是逃不过的。依在下之见，倒不如回去联络一番。啊，对了，莹莹，你刚才说要参加斗芳菲，可是要参加斗芳菲的话，要行业翘楚的推荐啊，而且要缴纳不少的市金呢。这两样，咱们可都凑不出来。钱的事儿，我来想办法。阿兄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活的你管，死的归我。这钱的事儿，总不能算活的吧？好，那我去找推荐人。
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呢？劳烦各位染出自家拿手的好丝，这便是我们去窦芳菲的底气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不醉不归。好，继续喝。来。禀报主子，丝已经全部准备妥当，送丝的儿郎们全是我精心挑选的，现在就等着雷祖祭开始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日里季家那小娘子格外的嚣张，她不仅找来国舅爷撑腰，还和新上任的警官勾勾搭搭。他从前未与人勾搭时，你拿住他了吗？我不要借口，我要的是蜀红丝。实在是这季莺莺诡计多端，主意多变，不好拿捏。万一他真的在1个月内还清了所有的债务，到时候想抓他的把柄，便没有这么容易。所以，民女还请主子指点一二。他多变，但身边总有不变的，以不变应万变便是。不变。民女明白了，多谢主子赐教。你有2只手，那就1只放在蜀红丝，1只放在雷祖记。要是哪只做不好，我便砍了哪只。民女明白。哎呀，季大将军愿意到我们这小作坊来吃景，真是令我们这儿蓬荜生辉呀！长官您谬赞了，哎，还要多谢您的慷慨。哎呦，景王家的长子，领值这个价啊！哎，这就是你的织机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等着你的大作啊！定竭力以赴。季大郎君不是向来觉得咱们小作坊织锦粗糙，怎么近日肯屈尊降贵了？还不是因为自己妹妹得罪了人，染丝生意做不成，家里没米下锅了。人家大锦坊用的都是自己人呐，谁要他一个罪人之后啊？哼！哎。
娘子，金小娘子，你这边请。并非是我于家怕得罪人呢，只是做这担保推介人，尚需向官府交纳市金作保。便是知道您不畏权贵，敢仗义直言，英英才敢来拜访的。我们虽是小染户，但都是诚信人家，绝不会主动惹是生非。这些丝线均是我们所染。您看看，可能卖得出去？好丝啊。不过好丝，它未必有好价格呀。英英明白，织锦的人知道什么是好丝，买锦的人未必知晓。他们要的是说得上名号、撑得起面子的名丝，这便是英英要去窦芳菲夺魁的原因所在。酒香也怕巷子深，还望于掌柜助英英一臂之力。如今我于家还欠着债，我现在身边就剩下这么一个孙女儿，于家的百年家业早就后继无人了。我是有心支撑，可是毕竟孤掌难鸣。我说这些绝不是什么借口。我信您，您本可直接拒绝，却以英英坦诚实情，是对英英的诚挚。多谢，叨扰了，我去别处再问问。于掌柜，告辞。豆，于天豆，于风豆。希儿啊，他生性懵懂，不通俗理。不过呢，他能感知人的内心和性情。他瞧出了你心里的斗志，所以他把斗彩球送给你了。你也斗一把？谁说于家无人？您斗得比我精彩，来日还想与您继续做生意呢。好，或许我还能斗几年。金娘子慢走。有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听说染丝会的季娘子需要找推介人，我过来瞧瞧。哎呀，城中大染户和花掌柜都抱团排挤我们染丝会，锦户又看不上我们小染坊。于家主心善，但是也爱莫能助。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吗？这推荐人必须是各家家主，还要交纳不少的担保钱呢。即便你是赵家二郎，这次也帮不了我了。谁说我了呀？我说我家祖父。他不是一直不喜欢我与你来往，这次怎么愿意帮我？我把你给我的那方知风锦帕给他看了，他留下了，还说可以见你一面。那还等什么？走。
祖父，阿娘，拜见赵老太爷。快请起。伯母，二郎，呆站着干什么？坐到阿娘这边来。不了，阿娘，儿子站在这儿就好。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整日在外抛头露面不说，还要去什么染丝会做男人的生意，真是。阿娘，赵伯母，英英认为生意不只是货币交换，这后宅之中出账雇佣也是生意，甚至男女嫁娶、儿孙赡养之事，也有人把它当做一门生意在经营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你出去。无人耳目，还不快走！沈娘，你出去。是。听二郎说，这绣帕是你配的色。锦色易织，但风流难织。而混色和并织可以让色彩产生明暗深浅的过渡，风便由此而来。混色和并织不难，难的是有一双观色入微的慧眼和精准取色造色的天赋。这一点，像你阿爷。绣乃针刺，锦为梭织。这两者相差甚远，要将这图样转换到织机上，可不是件易事。孙儿愿意一试。那你就试试吧。季娘子想得到推介资格，我也愿让你一试。如何是？我赵家囤了一批沉丝，质量算不得差，只是颜色有些过时。倘若在半月之内，季娘子能设法将这批丝卖出去，老朽就应你所请，将你推荐给锦绣同好。赵老太爷，请放心，英英必能办到。这次你露了头，怕是就没有办法藏拙了。你说过，越是被赵老太爷看重，越是会身不由己，一切都得按照赵家的规矩活着。可是，一次退让，次次退让，与其被动行事，不如主动争取。桑十四郎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那赵二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。我看来赵家老太爷根本不是真心想帮你，他无非是想利用你，诓骗他的宝贝孙儿回去帮他织锦罢了。什么卖丝啊，他分明就是刁难。到时候卖不出，便是你无能，与他无关。他自是有他的私心，但他话既说了，我若能办到，他也无以反悔。我现在就是差个好主意。杨静南，今日19，是他阿娘的忌日。忌日？他忌日穿这么招摇？他这个人，越是难过，越是荒唐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，对，你是他前大嫂。这犯什么错了？打架？谁赢了？我输过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
跟长辈吵架，谁赢了？你说呢？哎，你干嘛？这是贡品。贡品怎么了？供给死人是有用吗？反正我阿娘又不供在这儿。我和他一样，讨厌杨家的规矩，败坏杨家的名声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嫂，诸位叔伯突然到访，所谓何事？不是你们让我们来的吗？谁叫你们来的？哎，没有啊。这或许有误会。这个爱打没够的东西！今日是我阿娘的忌日，我来给杨老爷送份大礼，请诸位做个见证。他为什么讨厌杨家呀？想知道啊？以后我免不了与警官纠葛，知己知彼才好。说说呗。那你先说说，我这新酿的酒怎么样？啊？我这喝的有点快，没来得及细品，我再品品。香。他阿娘是他阿爷最爱的女人，但是出身寒微，加上杨家当年生意惨淡，他阿爷便被宗亲逼着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子做夫人。他阿娘苦等5年，才被杨家抬着进门做了妾。你走开！我不要你找我阿娘。三郎，你阿爷可是连夜赶回来的。连夜赶回来，10日前你便收下阿娘命危的消息，时至今日才赶回来。因为你要谈生意，你要做买卖。我阿娘跟那些比起来，从来都不值一提。放肆！杨家生意乃是大事，自然大无私情。你身为杨家子嗣，理应明白其中道理。宗亲的利益便是大事，我娘的命便是小事吗？如此逆子啊！家主，你还要姑息吗？来人，把这个逆子送到族中教养。放开我，我不走！你放开我！放开他！出来！松开他！无逆长辈，出言不逊。
认错。不认，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认不认？认错！三郎，你阿娘要是知道你回来，一定很高兴。他当年如果能见到你，难怪他那么讨厌与我谈交易。他不是讨厌你，是讨厌杨家。谁不讨厌杨家？我凭什么守你杨家的规矩？织锦了不起呀，我还会酿酒呢。人可以不穿锦衣，但绝对不可以不喝酒。让我品酒倒把自己灌醉了。就不该跟你聊杨家的。你干嘛去啊？不许走！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哎，我不喝，我没事儿。你等我等。哎，你们，没事儿。你们，你别喝啦。莹莹，阿兄，季家大郎你来了。陆掌柜，阿兄你怎么来了？阿兄来接你回家。正好，来，坐来喝点儿。阿兄，你去帮阿玉熬一碗醒酒汤，我得把她哄睡着了才能走。好。英阳，你说我这新酒叫什么名字？叫琥珀光，怎么样？天下第一杯。天下第一杯，这个名字我可不敢吹。杨警官，酒馆打烊了，不如改日再来。门没关，人还在。怎么，你们可以在这儿买醉，唯独本官不可以？我们是在照顾醉酒之人。谁醉了？我没醉。没有。这坐都坐，我去给你们拿酒。玉掌柜，玉掌柜，季家大郎，你喝多了。你兄长他没喝酒，他就醉了。你们等我啊，我去给你拿酒，等我。本官今夜心情不好，不如这样，咱们就当不认识，不计前尘，萍水相逢。坐下陪我喝上一杯，可好？好。那杨警官，顺妹莽撞，怎敢与杨警官共饮？还请见谅。抱歉啊，我在外面惯了，忘记了这城里的规矩了。那这样吧，
我拿些酒就走。走什么走呀？你要上哪儿去？她一个云英未嫁的小娘子，确实不适合与你深夜独酌。但是我可以呀，谁还不是个江湖人呢？喝不喝？坐。喝你的江湖酒。来啊！阿姐可还记得当年在祠堂罚跪？不想记得。最好忘了。这么好喝的酒还堵不上你的嘴。阿兄，我羡慕他们。莹莹，我知道我是女子，我活在宜州城，我要讲道理、守规矩，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。慢着点儿。但这么喝下去也不行。看能不能喝了。真开心。来，2壶酒，2壶汤，不许闻，不许碰，拿到哪壶是哪壶，全凭运气。你们敢不敢赌？姜放多了，盐放少了。我下次注意。哎，你们做什么？谁说我们只喝1壶了？人心的贪婪是无限的。怎么还是醒酒汤？店家的智慧也是无限的，不然怎么能保证你们一定喝到汤？洞察人心，故弄玄虚。奸商，故弄玄虚，洞察人心。阿兄，我想到把贝斯卖出去的法子了。三哥，我不行了。赵家的那个费斯也太废了，而且还冷个多。三哥，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眼皮是不是已经搭住了？你看看。我帮你看一下啊。你赶紧清醒一下吧！本来也没有多少了，把这些弄完了的话，我们就剩一点儿了嘛。我真的不需要人打伞，别在这挡我光好不好？我说这边就完了呗。张十四，你别碰我的丝，离他远点儿。剪。咦，这个修好了。哇，不愧是平儿，修得又快又好。不愧是季郎君呐，疏密得意，平整光滑，好景啊！这个月月钱，我多余你10钱。谢过王掌柜。不是，你这织的什么样子？你让我怎么卖呀？这你坐的离季郎君那么近，便不能向他好好的学习学习吗？掌柜的，我跟你说哈，你们几个，上次单子就耽误了进度，约钱，每个人罚2千。咱们警坊向来都是赏罚分明，能者多得。若是你们织艺精进，工钱少不了给你们。季郎君果然织得好啊！我们是应该好好向季郎君学学。对，待我织完这些，便交诸位。正显摆！你没来之前，掌柜的也没嫌我织的糙。赶紧了啊！
阿姨，我是不是没有知情天赋？天赋这东西，你阿爷我也没有，但阿爷靠的就4个字：勤能补拙。只要你用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就一定能做成，还能做好。七转，都干什么呢？啊，都干什么呢？都干什么呢？都干什么呢？啊，在巡行之时，便不要到我王家来做工了。去，回去都干活去。真是的，放了你们了。哎呦！哎，金郎君，来！哎呦，金郎君，你没事吧？喂，王掌柜，这台织机可否卖给我？他说阿爷当年用过的，我都想留份念想。这机子虽然是坏了，但是也不便宜呀。我定会凑足银钱，恳请王掌柜成全。慢一点，别摔喽！杨警官怎么还没来？马上就到祭祀的时辰了，过了时辰可是大忌。他要么有晚来的用意，要么有晚来的借口。你好像很了解他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哎，桑14郎呢？我让他去顾谈生意的梅子了，大家各司其职，他总得做点什么。招了就来了，他在看你。公题并论，斗锦会上，大郎斗锦，3郎平锦，这一周锦业，杨家一枝独秀。这大郎的锦王，靠的是蜀锦人家的认可；3郎的锦官，那是朝廷的任命。我们杨家能有今日，多谢各位的提携和朝堂的公正，所以。不管是大郎还是3郎，自会以理服人，公正无私。您说呢？自然，孰是孰非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如果你2位有这个闲情逸致的话，就赶紧派个人去找找吧。眼看着祭祀的时辰就要到了，要是把雷祖给惹怒了，谁都不会有好福气的。警官到！上头香这番大事为何要迟来？若误了时辰，乃是对雷祖的大不敬。你们杨家人就是这么对本警官说话的吗？是我对雷祖娘娘不敬啊，还是你对本官不敬？吉时到，恭送指使者捧盆捧金，警官警王万手尽心。
姐姐，这是别人让我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不想你阿兄坐牢，就赶紧回家。迎神献礼，登山，祭雷祖。恩为雷祖，轩辕正妃，先蚕娘娘，始教民蚕，制衣作裳，泽披万民，名垂玉宇。警官警王，献帛奠酒。时为岁暮，恩为雷祖。某携众家之长，宣度敬仪，取进呈肃于坛前，敬见馨香，启送福同，福为上享。警官警王富贵，众人齐跪。重祀雷祖，启送福同。重祀雷祖，启送福同。敬拜。杨警官，你要去哪儿？本官去哪儿，需要向你交代。待众人敬香结束，还需你我一道送神子归位，敬下雷祖娘娘。为避免您再误了时辰，还请杨警官与我一同在此稍候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无聊啊？啊！等这些人敬完香，天都快黑了。本官累了，想找个地方歇息一下，不行吗？啊，怎么？雷祖娘娘跟你说过，非得本官站着等吗？是。这位郎君，到我们这儿来看看呗，20文抽一次的，雷祖娘娘的祈福符的，符合呀，有可能抽到很好的东西了。要不要来我们这边来？来雷祖祭的都是敬香的，谁买这破丝啊？再说这盒子也太丑了。我们这儿有这个抽丝的活动啊，20文一次，雷祖娘娘那儿祈福符的。城产梅子呢？人呢？出宫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答应给他多少钱？低调啊。给了吗？给了。全给了？不全给吗？你全给了，人家还干什么活啊？这人肯定是来不了了。也有被骗了。我再去雇一个。你，敢问这位娘子，何为雷祖相符啊？在这雷祖祭卖司，可有不妥呀？郎君有所不知，雷祖娘娘教导先民要养蚕织丝，功业浩浩。今日我能以丝为寿，也是娘娘福泽传承，断然没有不敬之意。所谓雷祖降福，符合藏运，这符盒里藏着品质不一的丝线，定价均为20文。各位客官随意挑选，是优是劣，全看各位今日福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我先试试。好。来，郎君要哪个？要那个。这个。好。哎呦，郎君今日福泽深厚，这是我们运上加运，喜上添喜祈福香囊。这香囊甚是精美啊！就算是30文、40文，也买不到吧？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吗？不能吧，才20文，那他们岂不是要亏死？我再试一个。好啊，这个。好。你看，果然是吧？啊，这是陈丝吧？不值20文。不值，你这不值啊！这个的确是不值20文，可是那个荷包也不止20文呀，这2个加在一起还是您赚了呢。这倒也是哈。
啊，颇有道理啊。对，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得再试一个。可以可以，行，那个，这个啊。哟，这什么来头？李子，想不到福盒里还有这等好事。这福盒赌的就是运气，有赚就有赔。只要你买的够多，差价总会拉回来的。还有这个沉丝也不是不能用啊，您要是想转手卖给别人，也赔不了多少钱的。赚了您高兴，赔了您就当花了几文钱，买个乐子呗。小娘子说的有理，来，我也来一个。哎，好，我也来一个。来，别急别急哦，不要急，排队，不要急不要急。在这儿在这儿。哎，我也来一个。就这个，我也来一个。英英，都有。英英，哎，快点进点货了。来了。姐姐，这是别人让我给你的。哦，谢谢。季家娘子，你冲过去也帮不了你的阿兄，省省力气吧。是你给我传的消息？我好心收留你在我们家做工，你不念恩情，反倒偷我们家织机。现在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这中间定是有什么误会呀？王掌柜，这台织机不是你答应卖给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卖给你了？你哪有钱买呀？啊，这明明是你从我家偷的织机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啊，你还想耍赖？对我阿兄做了什么？你阿兄养人鼻息、忍辱做工，这些季娘子都还不知道吧？我阿兄做工是你的算计，算是锦上添花吧。君子不为道，贤人不为妾。我季耀庭从未做过偷鸡摸狗之事。契丹呢？对，契丹。当日众人见证，我们可是签了契丹的。什么契丹？你们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没看见。我只看见季耀庭偷窃织机，人赃并获。闭嘴！契丹在你这儿是不是？如果没了这份契丹，你的兄长就会被人抓进府衙，打断手脚，以后怕是再也织不了锦了。你今日将我阿兄逼进绝路，你就不怕来日我也这般回敬你吗？一个毫无倚仗的罪人之女，也想动我花容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那花掌柜就等着看我能不能做到。那这契丹你还要不要？把织机给我搬走！不能搬！搬走！不能搬！这是你答应卖给我的，是我的织机，不能搬！织机偷我的，不能搬！你的织机，不能搬！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啊！你要再不回去，上面可就暴露了。不过是个结束仪式，非得我在吗？你这嘴是干嘛的？不会给我找个借口啊？借口好找，但是这痕迹难掩。上面仪式你恰好又不在，万一你在这山里恰好又打草惊蛇，本来警官这个职位，便是在风口浪尖上，恰好很容易让人怀疑。恰好，哪来那么多恰好？小心谨慎，有备无患嘛。说哪个字？莽夫。来，把钱给爷，爷掂量多少钱？我就说可以呀，爷的手就是秤。哎呀，你回去再数嘛，钱这个东西你数得完吗？哎，依云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都卖光了？那还用说？你的脑壳加上我们的手脚，还有什么办法？
什么呢？快说呀！爷爷说嘛。请赵老太爷允我与赵二郎君早日成婚。什么？赵老太爷都给了你谈生意的权利了，你胡说八道，浪费机会。祖父，此事是孙儿的意思。季娘子所言之事，时间到了，自然水到渠成。